过去我有过家，有过媳妇儿，人挺漂亮。后来村里的六哥叫我玩百家乐，我觉得百家乐确实比麻将好玩。唉，玩着玩着上瘾了，房子、宅基地、粮食都玩出去了。媳妇儿寒心了，跑了。我也后悔，我也想戒毒，我想好好过日子，我就上合作社去贷款，借了几千块钱买种子，想着来年有个好收成，把媳妇儿接回来，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倒霉，假种子，全是假种子。到了5月份，捉了草，什么都没长。信用社叫我还钱呢，我哪有钱？我哪还有脸呢？我跑了，跑到城里，我想当解放了，没人管我了。瞧呀，还是落下一个挨枪子儿的命。哎，反正我身体不好，我也活不长了。你们毙了我的话，我就解脱了。你们毙了我好了。你说你身体不好，你是哪里不舒服啊？腿疼，肚子疼，阴天，刮风下雨的，浑身都不舒服。继续说。我身体不好啊，我觉得肯定跟到永康公司去试药有关系。疼起来的时候啊，真是连要死的心都有啊。我没力气烧水，就接着雨水喝。后来我去找他们公司，我说了，要不然你们继续让我试药挣钱，要不然你们就得治好我的病。张文博，你听我话，你的身体已经不能再吃药了，签个字，拿上你最后一笔钱，赶紧回家吧。反正我是不签。来，签，签，你给我签！怎么回事？把它扔出去，好吧？
走！干嘛呀？走！别拉我！是啊，别拉我！别拉我！哎，怎么了？在这儿干什么呀？哎，来，你没事吧？我没关系，我可以送你走。来，慢点啊！来，送他走。啊。我文化不多，但是我知道我签的那是卖身契，所以我偏不签。车把你送哪儿去了？哦，他把我送医院了。老总人挺好，给了我1000块钱，还说以后有困难去找他。后来听说他批评了少龙，少龙也挂了彩，这事儿呢，我们也就算扯平了。其实，大老板也不是个个都凶神恶煞的哈。你怎么想到偷画的？就那老乡4哥说的，他说电视上面吧，看见了一幅那个古画，说能拍卖个1300多万，大家都很兴奋。关键是，他认出来那辆装画的车，而且还看见那个车进了这个小区，所以大家就商量着，看着找个机会发把横财。怎么样，兄弟？干吧！今天可是最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去啊？咱俩这不是好兄弟吗？我知道你身体不好，那你呀，比我更需要这笔钱。倒也是，可是哎，行了，别磨磨唧唧了。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干，这事儿我就干了。我干了挣的钱1分钱都不给你。我干。请你退后。好画。四哥他现在在哪儿？后来说是回老家了。那就先不说了。那这样，说说那天的细节吧。都说了多少遍了，我就是记得，我一扭头就看见李翔了，他朝我走了过来，把我逼到了一个茶几上面，茶几上就有一把刀，他突然对我说：“走不了了，你今天。”我当时脑子一热，我拿起刀就给他捅了过去。我就是想偷点东西，我真的不想杀人。好吧，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把他带回去吧，注意他的身体状况。是。
现场只有李翔、张文波，还有4个保镖的新鲜鞋印。鞋的尺寸一共是6种，可是现场却出现了第7种鞋印。李翔的鞋印有2种。怎么会有2种李翔的鞋印呢？安队，会不会是有另外一个人穿着李翔的鞋在家里留下了鞋印？根据鞋印的深浅，可以判断出这7种鞋印的新鲜程度是一致的。不排除家俊刚才说的这种可能性。我对鞋印做了压力测试，正常人的主要受力点都会留下痕迹，也就是鞋印。正常人的主要受力点在前脚掌和后跟，当然也排除鞋型的不同。这压力越重，痕迹越重。可是李翔这组鞋印只有前脚掌受力，也就是说穿鞋的时候受力不均匀。那能不能解释为他没有穿好鞋，脚没有完全放到鞋里面，或者说脚太大了，根本就穿不了这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个比李翔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人，脚也肯定比他大。他在屋里留下痕迹的目的，就是要混淆我们。如果这嫌疑人穿着李翔的鞋进入现场，他这么做是不想让我们知道，可恰恰这鞋印暴露了他的行踪。这个人就应该对李翔家极为熟悉，应该是李翔身边的熟人。如果这么一来，就可以解释一个问题了，就是李翔的手表和钱包是被他人拿走的。之前我们审张文波的时候，张文波就说不清楚这钱包和手表的去向，这同时也是个印证。如果是他人拿走了手表和钱包，难道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能发生2起入室盗窃案？这可能性不大吧？也就是说故意制造抢劫杀人案。可是人都杀了，他要隐藏什么目的？陈欢，你继续研究一下鞋印。明天呢，我们去一趟永康公司，看这个张文波说的有多少是真的。哎呀，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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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请坐，请坐。我们是市局特侦组的，现在有些事情牵扯到了贵公司，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情况，希望得到您的配合。好，我们公司呢是一家经过卫生部门许可的高科技企业，我们主要负责一些新药的前期研发，我们做的都是造福百姓的事儿。哎呀，公司成立至今，已经为数百种药品做过测试，合格率达到100%。那试药是怎么回事呢？每一种新药都要经过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这个过程，相信你们都能够理解。而且现在临床试验不一定要在医院，让志愿者回家也是可以的，中外都是这么做的。我们是一家守法企业，一切都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规定去执行。这个药品研发是个很谨慎、很慎重的事情，让人试药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我们都经过猴子试验的，毒副作用极小，接近为0。当然了，每个人的体质呢不一样我们这些新药仍然要通过一个大量的样本群经过试验，然后呢才能够放给广大患者使用。也就是说，贵公司在做活体实验了。哎呦，别说这么恐怖跟731似的。我们有政府的批文批复，绝对安全。所谓医者仁心，我们做药品的首先想到的就是老百姓。
我们所有的试验都是邀请的这个志愿者，而且支付高额报酬，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实际的生活困难。钱总，这个人你见过吗？有印象？哦，对，他叫张什么？他和我们经理啊发生了一些摩擦。哎呦，喂，邵经理嘛，你进来下啊。请喝茶啊，不用。来，你看看这个。你看你认识他吗？认识，我们公司的试药者，他叫张文波。没错，他是叫张文波，他是我们一起凶杀案的嫌疑人。哦，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就在公司，大概是1个月之前吧。我们公司啊，给每位试药者发3000元的补偿。我们公司的药呢是无副作用的啊，主要是看效果，看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什么过敏啊，或者其他一些过激的反应。我们公司对试药者是有要求的，要求每一个试药者不能喝酒，不能抽烟。这个张文波啊，来试了1次药以后啊，他自以为这是个生钱的门路，曾多次要求试药。我们考虑这试药嘛，还是不宜过多。这个张文波身子还可以，好像膝关节有点什么毛病，估计是他原来的老伤，跟他长年累月不良的生活习惯这有很大的关系。你确定试药对身体没有伤害吗？这话怎么说呢？俗话说是药3分毒嘛，它对身体的伤害就像你我吃小食品差不多吧。对了，有这么个事儿啊。张文波说你们打过他，有这回事没有？他胡说，根本没有的事儿。他经常来公司闹事，有一次他来闹事，差点把我弄成了重伤。你们看这儿。还有监控录像，你们看不看？啊，那不用了。张文波这个人呢，很坏，泼皮，爱说谎。你们抓住了他，这是好事，为社会除了一害。希望贵公司能出具和张文波同一批参与药品实验的人员名单。这个呢，牵扯到一个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这需要董事会去研讨。如果是你们办案必须要用啊，我可以让他们加快速度啊，提前做一些准备啊，请您放心，我们会将相关的手续提交给你们，自然不会做出损害永康公司商业利益的事情。好。钱大伟是永康公司的董事副总裁，他掌管着整个公司的运营。他还是本市最大的拍卖公司世家拍卖行的大股东，他全资拥有古云画廊。他和诚信集团共同投资成立了永康公司，专门为各个药厂做病理实验和药品实验，是一家商业化很高的专门性医药行业实验企业。永康公司还是本市的纳税大户。钱大伟早在2009年还被评为本市的10大杰出青年。陈欢，诚信集团是不是也有股份？是。根据我们目前的调查证明，张文波给永康公司做试药者，他们双方现在都没有否认这件事情，可是他们都觉得是对方的过错，现在正处于对立面。好，我知道了。其实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知道你们公司和永康公司之间的关系。我们公司啊，主要是做药品研发的。药品研发出来了呢，它需要长期的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呢，它投入的精力太大，而且有一定风险，所以我们就联合了几个股东，合资做了这个永康公司。安队，不会是永康有什么违法行为吧？目前没有。
当然了，如果他们有什么违法行为，那你就该查查，该封就封。钱大伟是主要的负责人，可我们公司也是股东之一。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实啊，我们早就希望永康公司把这部分业务剥离出去，交给其他的公司运营，这样我们才好集中精力搞我们的超级疫苗。柴总，您把这个业务剥离出去，是怕他们影响你们公司的口碑吗？啊，不会。这些试药的人吧，有的人他身体条件不是太理想，可是他们为了争取更多的补偿，所以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当然了，我们和永康公司的这些试药啊，它都是安全可靠的。当然，会在极个别的人身上产生不良的反应。永康公司都做了超额的赔偿，我们做到了合情、合理、合法。这样好不好？柴总，您能不能跟你们董事会商量一下，让你们公司呢提供一下试药者的名单和资料？哎呀，你看，我们一年吧，大约要研制800多种药物，这涉及到的人吧，应该有50多万。其实我们都是和这些人，签了合同的，并且我们之间都是签过知情同意书的，是吧？对，我呢作为集团的法律顾问，我比较了解情况。这些试药者的资料属于公司机密，也属于个人隐私。如果没有经过董事会的同意，我们是不能向警方出示任何东西的。除非你们能够证明二者之间有必然的关联或者因果关系，我们才可以经过董事会的商量之后，给你们提供部分我们认可的资料。就是不给了。目前真的给不了。王海滨，张文波的骨质分析报告出来没有？你先坐吧。我对张文波的身体进行了检查，发现他有风湿病，还有股骨头坏死的症状。但是我不能肯定那就是因为试药造成的，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排除这是因为张文波的生活环境导致他得这样的病症。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拿到他试药的药品的样本的话，那我就可以进行药性分析。不过这个需要时间。我明白了。那就这样吧，我也要忙了。好。捅向李湘的2把刀都是水果刀。我就是不太明白，这么多刀，他为什么只选这2把？是不是随意摆放的？安队，我们在水果刀上检测到了李翔的指纹，也检测到了张文波的指纹，说明2个人都握过这把刀。那怎么能判断握水果刀的先后顺序呢？有可能还存在第3种情况，就是李翔死后才第一次握过这把刀。在案发现场的茶几旁，我发现了一个垃圾桶，垃圾桶里面有苹果和梨，而且在李翔的体内有24小时内未消化的苹果成分。我猜想李翔死之前应该是吃过茶几上的苹果，可是他是用什么刀削的呢？我们在厨房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水果刀，上面有苹果的残渣。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上面居然没有指纹。这是第3次这种指纹神秘消失了。我的直觉告诉我，张文波不具备这种知识，而且我觉得现场有第3者。我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如果有第3者的话，很多事情都很容易梳理了。第3者拿了手表，第3者协同杀了李翔，
第三者抹去了指纹，第三者希望李想死。张文波只不过是替罪羊，而且我怀疑张文波是受人指使。顾飞，你明天再审一下张文波，换一种方式。我知道张文波他只有小学4年级的文化水平，你让他用笔把实验记录写下来，这样可以获得更准确的信息。是。家俊，通知一下海兵，让海兵给张文波做个体检。哦，明白。现在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希望能找到有用的证据，有所突破吧。上级领导要求将李翔案迅速结案，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赵局，您不说，我还想跟您汇报一声呢。我们刚刚得到线索，这个案子不简单呐。张文波是个顶包的，虽然目前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但请您相信，我们的怀疑一定会得到证据的支持。赵局，您再跟检察院那边说说呗，给我们留点时间。我们现在怀疑这李翔案的案发现场还有第三者。哦，哎，这大半夜的喝什么茶呀？我喝的是水，您那么抠门，好茶都给自己留着。喝吧，喝吧，喝吧。哎呀，没问题，我支持你们，放手去干吧。真的，谢谢赵局。赵局啊，我这2天呢，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我觉得永康公司跟这个案子也有瓜葛。哦，所以啊，我们想查一下这个企业和他们副总钱大伟的住处。住所应该没问题，但是企业涉及面太广，他们又是纳税大户，解决了咱们市几千号就业，一定要慎重。你们再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说心里话吧，赵局，这也是我担心的。你们干什么呀？我们现在正式传唤你。传唤我什么？我要休息了。你们想要问什么，你们就在这儿问。你不配合的话，你知道后果的。钱大伟，张文波的情况咱们先问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说说你的。李翔被杀当天，你在做什么？我在办公室啊，写计划书。写计划书？谁能证明？我的秘书啊。钱总你好。你好。我是诚信集团的法律顾问。你好。安队，我要带我的当事人走。我们是正常的询问。该知道，法律规定传唤时间不能超过24小时。我当然知道。家军，你领钱总去验个血。是。钱总，你放心，24小时之内，我会想办法让你离开。好。钱总，请吧。再见。这么晚给你打电话，没影响你休息吧？啊，我想问你，明天中午有空吗？我想请你吃个饭。好啊，明天见。那好，咱们就明天中午，不见不散。好的，好的，再见。张焕，来吃饭。哎，李翔的照片。
你看，这张照片李翔的嘴角有些异样。其实我今天找你，是有求于你。有求于我？什么事儿啊？钱大伟被传唤了，听说呢，是与一起凶杀案有关。我都怪自己交友不慎，认人不清啊。不过我已经明确的表态了，坚决支持公安系统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可毕竟，诚信集团是永康的大股东，这个消息传出去，我怕。啊，我懂，您是怕钱大伟这个案子传出去会对诚信集团造成不利的影响舆论，是不是啊？啊，是的。当然，我不是怕承担责任，我是必须对所有的股东负责，对集团上上下下的员工负责。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做大量的宣传和报道。即使要报道，也要尽量避开涉及诚信集团。柴总，您刚才说有求于我，这话确实有点严重了。太好了，那我先谢谢你，太感谢了。张文波，我很想帮你，我希望你把案情说得越详细越好，这对我们破案有帮助，给你减刑呢也有帮助，你明白吗？明白。你想一想，那天你在别墅里都听到了什么？那天是晚上，到了李翔家的别墅里面，特别安静，静的都有点瘆人。我记得我把画收起来放进包里，想从前门溜。这时候突然听到一声闷响，像是什么东西倒了，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我就想趁着这个时候从后面的窗户翻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我扭头突然发现李翔站在那儿，他对我说：“今天你走不了了。”我脑袋嗡一下子，血就给涌上来了。正好一顺手，我拿起一把刀，我就给他捅了过去。然后他就倒下了。你确定是李翔吗？确定啊，因为我借着月光看到他躺在地上，满身都是血，我还摸了一下他的脉搏，没了。你听我解释。不是。
陈欢，说说你的看法。你不觉得李翔对张文波说你今天走不了了有些奇怪吗？如果你是李翔，你会怎么办？我会喊，或者一拳把他击倒。你别忘了，门外还有4个保镖，5个人对付1个人很容易。可是李翔却做了一个很反常的举动。张文波也提过这个线索。对啊，对，他说听见一声闷响。说的没错，那可能是李翔受到了袭击之后发出的异响，前门被锁住了，切断了张文波的逃跑路线。我们不是一直在猜想有第三者在现场吗？通知所有人开会。是。刺中死者的2刀是存在先后顺序的，第1刀致命，第2刀只是穿过皮肤的皮下组织，根本无法造成死者的死亡。你看，如果先刺中肺部，那么死者的死亡原因应该是肺衰竭。可是通过尸检，我发现死者的肺部并没有受到损伤。那么说，就只可能是先伤及主动脉，或者是左心房及左心室。那你一定要问我了，这只能证明是先刺中了主动脉还是肺动脉。我通过尸检发现，肺小动脉的血液被右类皮下组织及血液所覆盖，也就是说，第1刀刺中的肯定是肺动脉，第2刀才是右类。这就证明了第1刀刺中的是心脏，第2刀才是右类。一般人刺2刀，动作是连贯的，不会改变手腕的方向。刺在身体的这2刀是存在先后顺序的。我就想知道，张文波到底刺的是哪一刀？如果说在张文波之前，有人进入了李翔的别墅，一刀刺死了李翔，随后张文波又在李翔身上刺了1刀，张文波盗窃逃跑。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通，这张文波干嘛在一具死尸身上再捅1刀呢？这根本不可能啊！有一种可能，就是张文波捅了致命的1刀，随后有人补了1刀。陈欢，我觉得你忽略了一点，以张文波的身高特征来看，他很难控制住李翔。你们看，从匕首的切入角度来看，张文波很难做到这一点。目前的情况来看，第1个行刺者，他的身高应该跟李翔身高差不多，或者高于李翔，这样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李翔，而且他下手很稳。那个钱大伟他身高多少？应该是1.78米左右。那他之前的职业呢？灯魔兵，特种兵。特种兵。如果这样，他就符合这个特征，1刀致命。可是这也不能当做铁证啊。那张文波跳起来，或者从高处袭击李翔，都可以造成李翔身上的伤口啊。没错。你记得我第1次审张文波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他腿当时就下软了。案发当天是存在第三者的，可是第三者在这个案子里起什么作用？虽然说有点眉目，但是还不足以说服检察机关。如果这个案子成立，张文波将面临着严重的处罚。但是我们都知道，张文波有可能刺出非致命的1刀。入室盗窃和故意杀人，怎么量刑我们心里都清楚。现在上级领导给我们派的时间是越来越少，所以任何的疑点我们都不能放过。钱大伟的传唤时间已经超过了24小时，他的律师把他带走了。盯住钱大伟，查他的社会关系。是。西薇啊，这个事呢，还是要谢谢你啊。不用客气，我是公司的法律顾问，
这是我应该做的。好，还是要感谢你，谢谢。我先走了。再见。